当我停止内耗，命运开始替我工作。这句话不是在我突然变得幸运的时候出现，而是在我终于不再把力气用错地方的那一刻，慢慢成真。以前的我其实很努力，努力思考，努力调整，努力检讨自己哪里还不够好。我不是不行动，而是行动之前就已经把自己耗掉一半。我一边想前进，一边怀疑值不值得。我一边做选择，一边在心里推翻。我一边告诉自己要相信，一边又偷偷准备失败的理由。那样的我，每天都很忙，却很少感觉真的往前。不是命运不配合，而是我一直在和自己对打。我用内在的拉扯抵消外在的行动。我把本来可以用来生活的能量拿去怀疑、否定、反复证明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内耗不是想得多，而是你不站在任何一边。你同时想要，又同时反对。你想改变，却不允许不完美的过程。你想被支持，却不信任任何正在发生的事。那样的状态，命运怎么可能动得起来？他想推你一把，你却在原地踩刹车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被世界打败，而是被自己的内在战争彻底耗尽。那一次，我没有再逼自己想清楚，我没有再要求每一步都必须完美合理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很安静的决定。我停止内耗，不是因为我想通了，而是因为我不想再反对自己。我允许不确定，却不再质疑存在。我允许害怕，却不再因为害怕否定方向。我开始把注意力从对不对转回在不在。我站在此刻，不再把自己拉走。就在那个转变之后，一些事情开始动了。不是我用力推，而是事情自己找到了位置。我遇见了不需要我过度证明的机会。我走进了不再让我分裂的选择。我发现很多原本卡住的地方，其实不是缺努力，而是缺一致。当我内在站在同一边，外在突然变得顺，不是毫无阻碍，而是阻碍不再消耗我。我才明白，命运不是突然对我好，而是我终于没有再干扰它。命运一直在流动，只是以前的我用内耗堵住了出口。我不断质疑当下，命运就只能停在原地。我不停否定感受，命运就无法对其方向。而当我停止内耗，不再一边走一边拆自己台，命运终于有空间做它本来就会做的事，替我安排，替我移开不合适的，替我把该来的带到我面前。不是神奇，而是一种自然的配合。我站稳，命运就能推。我不再分裂，事情就不再打架。我不再用怀疑消耗每一步，世界就不需要一直用困难提醒我醒来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思考，依然会评估，但我不再把自己放在对立面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不内耗，力量就会往同一个方向走，而那个方向自然会和命运慢慢对齐。我终于懂得，命运不是用来对抗的，它需要的不是你更用力，而是你不要一直拉扯。当我停止内耗，我没有变被动，我只是把力气用在对的地方，而命运就在那一刻开始替我工作。不是因为我控制了它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不再妨碍它。我停止拉扯人生，人生开始拖住我。这句话不是在我终于成功的时候明白，而是在我不再那么用力活着之后，才慢慢感觉到它的重量。
以前的我一直在拉扯人生，拉着未来不放，拉着结果不松手，拉着每一个不确定，逼他快点给我答案。我总觉得，只要我够努力、够警觉、够用力，人生就不会把我丢下。于是我一直紧抓方向，抓关系，抓每一个看起来可能失去的机会。我不敢松手，因为我以为一松，我就会掉下去。那样的我，每天都很紧。不是事情很多，而是我一直在和人生角力。我不信任节奏，不信任过程，更不信任此刻的自己真的站得住。所以我一边走，一边拉，一边前进，一边对抗。我以为那叫掌控，后来才知道那叫恐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没有力气了。不是人生把我推倒，而是我发现我一直在拉一个其实不需要被拉的东西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没有再用力，不是放弃，而是松手。我不再逼人生立刻给我保证，我不再质问为什么现在还在这里，我只是停下来，承认此刻，承认我正在走，而不是卡住，承认事情正在发生，只是没有照我预期的速度。那个承认让我全身松了一下，也是在那个瞬间，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生不是在跟我对抗，它只是一直在走，而我终于不再抓着它不放。当我停止拉扯，一些事情开始不一样了，不是立刻变顺，而是我不再一直失衡。我不需要每一步都证明自己没错，我不需要每一个空白都立刻填满。我站在当下，让重量回到地面。就在那样的站稳里，人生开始拖住我，不是用奇迹，而是用一种很实在的感觉。我发现事情没有把我压垮，情绪来了，我没有被吞没，未来模糊，我也没有掉下去。原来我一直站在可以被承接的地方，只是以前我太用力，感觉不到。我才明白，人生不是要你抓住它，它本来就会承接你。前提是你不要一直对抗重力。当你停止拉扯，你会发现你不是孤立无援的站着，你是被拖着的，被时间拖着，被经验拖着，被你已经走过的一切拖在底下。现在的我不再急着把人生拉成某个形状，我愿意走，也愿意停，我愿意努力，也愿意相信不需要一直用力才不会掉下去。因为我已经知道，只要我不再拉扯，人生就会自然把我拖住。不是因为他特别善良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没有再站在对立面。我停止拉扯人生，不是变得被动，而是终于站回同一个方向。而人生也就在那一刻开始真正的拖住我。当我不再用力，命运反而开始加速。这句话如果放在以前，我一定不相信，因为我一直被教会，人生要靠拼，要靠撑，要靠不停地往前推。只要一慢，就会被超过；只要一松，就会失去。所以我很用力，用力想清楚每一步，用力规划每一个未来，用力证明自己没有懈怠。我不敢停，不敢放，不敢让事情自然发生。我以为那样，命运才会被我掌控。但奇怪的是，越用力，事情越卡；越想快，越走不动。我花很多力气，却常常觉得自己像在原地踩空。不是没有行动，而是每一步都带着紧张，每一个选择都像在对抗什么。后来我才发现，
我不是在推动人生，我是在拉扯它。我不信任节奏，所以一直催。我不信任当下，所以一直想离开。我把未来当成一个必须追上的目标，却忘了自己已经在路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因为失败，而是因为我发现这样的用力没有让我更快，只让我更散。那一天，我做了一个很反直觉的选择，我不再用力，不是放弃，而是松手。我不再逼自己每一刻都要有答案，我不再要求事情必须照我的节奏走。我允许自己先站好，先呼吸，先让内在回到身体里。那一刻，世界没有立刻改变，问题还在，未来还模糊，但我不再把自己推到极限。就在那样的松里，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事情开始动了，不是我推的，而是它自己走。我遇见的机会不再需要我用力抓，我做出的选择不再那么拉扯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对抗当下，命运反而有空间替我安排。我才懂得，很多时候命运没有慢，是我太急。我用焦虑踩刹车，却以为自己在加速。而当我放下那份急，放下那种一定要马上抵达的执念，整条路反而顺了起来。不是突然幸运，而是没有阻碍。不是事情变简单，而是我没有在一直干扰它。我开始明白，命运不是靠推动的，它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入口。当你内在紧绷，命运只能小心翼翼；当你不再用力，它才敢加速。因为你站得住，它就不用顾虑你会不会摔倒。现在的我依然会努力，依然会行动，但那份行动不再来自恐惧。我不再用力证明我值得，我不再用焦虑催促未来。我站在当下，让节奏自然展开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命运真的开始加速了。不是把我推着跑，而是把路一段一段铺到我脚下。我不再追，事情反而靠近；我不再抓，机会反而停留。我终于懂得，有些快不是用力换来的，而是当你不再干扰生命本来就有的速度。当我不再用力，不是我退后了，而是我终于站在对的位置上。而命运就在那一刻放心的开始往前走。我停止催促命运，命运反而走向我。这句话不是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才听得懂，而是在我终于放下那份非要快一点不可的焦躁之后，才慢慢浮现它的重量。以前的我一直在催事情有结果，催人生有方向，催命运快点给我一个交代。我每天都在心里追问，为什么还没轮到我？为什么现在还卡在这里？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却还没有看见改变？我以为那是在积极，在对人生负责，在提醒自己不要松懈。可其实那是一种很深的害怕，害怕落后，害怕错过，害怕一停下来就会被世界抛在后面。所以我不停催促，用焦虑催促时间，用比较催促自己，用怀疑催促每一个还没成型的可能。那样的我，表面上在前进，内在却一直在拉扯。我一边想相信命运，一边又不断质问它。我说我在等，心却从来没有真正等过。因为等待对我来说，不是安静，而是焦躁地站在门口，不停敲门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命运不是不来，它只是不会在你拉着它跑的时候出现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。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我发现我一直在和时间对抗。我不允许事情慢慢来，也不允许自己走在还没开花的路上。那一天，我第一次没有再催，不是因为我放弃期待，而是因为我终于不想再用焦虑过日子。我对自己说，也许现在不需要再追问了，也许我可以先站在这里。那个决定没有让未来立刻清楚，却让我整个人慢慢松下来。我不再每天检查事情有没有进度，我不再反复确认是不是哪一步走错。我开始把注意力收回当下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再用恐惧驱动每一个行动。就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，事情开始靠近我，不是突然加速，而是没有再被我推开。我遇见的机会不再需要我紧抓，我做出的选择不再那么费力。我感觉到命运好像终于能够走到我面前，不是因为我求它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在站在它的路中间拉扯。我才明白，命运不是被催来的，你越催，它越需要绕路，因为它得先顾好你会不会在半路被自己的焦躁拉倒。而当你站稳，当你不再急着证明，当你愿意承受空白，命运反而走得很直。他知道你接得住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期待，依然会希望事情有好的发展，但那份期待不再带着逼迫。我不再用焦虑提醒命运它该快一点。我相信，如果此刻还没到，那就代表我还在准备。不是准备更多努力，而是准备更稳地站着。我开始理解，真正的对齐不是你追上命运，而是你停下来，让命运找到你。当你不再催促，你不再发出匮乏的讯号，你不再告诉世界你很急，你很怕，你需要立刻被证明。你在无声地说，我在这里，我站得住，我等得起。而这样的状态，命运会认的。他会知道这是一个可以交付的时刻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感觉自己什么都还没抵达，请不要急着否定。也许你正在做的正是那件让命运可以安心走向你的事。你没有停滞，你只是没有在追。而命运终于不用躲了。我停止催促命运，不是因为我不想要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，真正属于我的东西不需要我追着跑。只要我站好，它自然会走过来。当我选择温柔，命运也改了语气。这不是一句浪漫的修辞，而是我在走过很多硬撑之后，才慢慢听懂的一件事。以前的我对自己很严，严到不准脆弱，严到不准慢，严到只要一停下来，心里就开始责备。我用力活着，用力证明，用力对抗那些我以为必须被征服的现实。我以为人生本来就很硬，如果我不够强，就会被淘汰。所以我也学会用同样的语气对待自己。事情不顺，我怪自己不够努力；情绪低落，我逼自己快点振作；走得慢一点，我立刻提醒自己别落后。那样的我，其实没有停下来想过，我到底是在前进，还是在对抗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不是因为人生突然变难，而是因为我发现，我一直用敌对的方式在过生活。我把命运当成考官，把每一次困难都当成惩罚。我不断绷紧自己，准备迎战下一关。那样的状态里，命运的声音自然也很冷。
每一个挑战都像质问，每一个延迟都像否定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很小却很不习惯的选择。我选择温柔，不是对世界，而是先对自己。那一天，我没有逼自己想清楚，也没有要求立刻振作。我只是承认，我真的很累。那个承认没有解决问题，却让内在第一次放松。我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和自己说话，不是责备，而是理解；不是催促，而是陪伴。我没有再用“你怎么还在这里”质问自己，我改成问“你是不是已经很努力了”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一种转变，不是外在立刻变顺，而是我不再站在世界的对立面。很奇妙的是，当我对自己温柔，命运也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回应。事情依然有挑战，但不再那么尖锐。阻碍还在，却不再让我怀疑整个人生。我开始遇见，不是逼我更快，而是允许我呼吸的节奏。我才明白，命运其实一直在听。他听的不是你说了什么，而是你用什么态度站在生活里。当我用力对抗，命运就用力考验。当我选择温柔，它就不再需要那么大声。不是因为我变弱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一切当成战场。温柔不是退让，而是一种立场，一种我愿意站在自己身边，面对世界的立场。当我这样活着，我不再需要用痛苦证明价值，我不再用耗尽换取存在感。我允许自己在不完美里前进，在不确定里呼吸。而命运也在那时候慢慢改了语气，它不再逼问，而是提醒；不再推我到极限，而是引导我转弯。我才懂得，很多困难之所以那么重，不是因为它本来如此，而是因为我一直用很硬的方式承受。当我选择温柔，重量没有消失，但我不再被压垮，因为我没有再一个人硬扛。我开始陪自己走，那是一种很安静却很深的改变。现在的我依然会遇到风浪，依然会有不安，但我知道我不需要先对自己狠才能撑过去。我可以温柔地站着，温柔地面对，温柔地前进。而命运也会感觉得到，他会知道这是一个不需要用力击打的人，于是他会放慢声音，调整力道，用比较接近的方式靠近。当我选择温柔，不是世界变简单了，而是我终于不用再在每一个转弯处先伤害自己。命运改了语气，不是因为我控制了它，而是因为我改变了和生命对话的方式。那一刻开始，人生不再那么尖锐，它依然真实，却多了一份可以被承受的温度。当我停止比较，人生忽然走回我身边。这句话不是在我终于赢过谁的时候明白，而是在我不再想赢的那一刻，才真正感受到它的重量。以前的我其实活在比较里，不是刻意，而是不自觉。一划开画面，一听见别人的进度，心就开始动。为什么他已经走到那里，而我还在这里？为什么他那么笃定，而我还在犹豫？我没有真的想成为谁，却总是在心里偷偷把自己放上天秤。那样的日子，我一直在前进，却很少感觉到自己。我走得很快，却不知道是在往哪里赶。因为我不是在跟着内在走，我是被别人的速度推着走。比较让我很忙，忙着证明没有落后，忙着修正看起来不够好的地方，
忙着让人生看起来至少不输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越比较，心越空。成就出现了，却没有踏实；目标完成了，却没有喜悦。好像人生一直在旁边，而我在追一个其实并不属于我的节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输给谁，而是我发现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没有终点。永远有人更快，永远有人看起来更好，而我永远都站在觉得自己还不够的位置。那一天，我没有立下新的目标，也没有激励自己再努力一点。我只是做了一个很安静的选择。我停止比较，不是因为我不在乎成长，而是因为我不想再用别人的人生定义我的价值。那个停止一开始其实很空，因为我太习惯用比较来定位自己。一旦没有了对照，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看待现在的自己。但就在那个空里，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我开始听见自己的节奏，不是应该，而是实际。我知道自己现在能走多快，我知道哪些事情对我来说是真的重要，而不是看起来重要。我开始把注意力从别人的人生收回到自己的生活。我发现，原来我并没有落后，我只是走在不同的路上。那条路也许不被看见，也没有掌声，却让我感觉脚踩在地上。就在那时候，人生忽然走回我身边，不是用惊天动地的方式，而是很安静地。我开始重新感觉到日子的温度，事情不再只是进度，而是经验；选择不再只是输赢，而是适不适合。我开始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一种久违的亲近感，好像人生不再在远方，而是在我身旁，跟着我的步伐走。我才明白，比较真正拿走的不是快乐，而是存在感。一旦你一直看着别人，你就会忘记自己正在活着。而当我停止比较，我把目光收回来，人生才有机会走回到我这里。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好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看见自己。现在的我依然会看见别人的成就，也依然会羡慕，但我不再用那些画面否定自己的位置。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而我的人生不需要跑在谁前面才算有价值。只要他走在我身边，只要我没有离开他，那就够了。当我停止比较，我不再急着追，而人生也终于不用在远处等我。他走回我身边，陪我一起用属于我的速度继续往前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